三井胡同南侧有两条交叉的胡同，东西走向的耀武胡同和南北走向的扬威胡同，两个胡同的名字来自耀武扬威这个成语。耀武扬威指趾高气扬，炫耀自己，以此成语为这两条胡同命名，与其历史变迁和人文环境大相径庭。我认为应该是改名最失败的北京胡同之一。您看完这期视频后，可以评论一下我这个判断是否正确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每周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古老街巷，给您讲讲他们的历史变迁，带您瞧瞧遗留的历史痕迹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先逛扬威胡同，南街摊胡同，北至三井胡同，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称扬尾胡同，民国初年改名尾巴胡同，因南端有礼拜寺，也有礼拜寺街之称。1965年取扬尾谐音，改名扬威胡同。扬威胡同9号是著名的前门清真寺。清真寺门头不大，处在狭窄的小巷里，更显得幽静而精致。该寺建于明朝末年，原名条帚胡同清真寺，2000年改为前门清真寺。清康熙19年、1680年、乾隆60年、1795年重修。寺内原存有番人画88手抄本、古兰经1本、应木经箱1个。2009年，宣武区财政拨付专项资金近1000万元，修缮前门清真寺。整个清真寺坐西朝东，2进院落，占地面积约1800平米，采用北京传统四合院形制砖瓦结构。正门为3座砖砌烽火式门楼，正中间门楣上刻有清真礼拜寺，门口立有2个经典的抱鼓石。虽然部分线条被磨损，但更透出历史的沧桑感。正门内南为沐浴室，北为门房。前院较小，向西有3间过厅通往里院。里院平面呈正方形，北房3间是阿訇室。正西是礼拜殿，进深6间，前部面阔3间，后部面阔5间，由6个勾连搭应山顶组成。四壁悬挂有多幅阿拉伯文匾，抱厦的隔扇门上有木刻一粒万代图案。最早的前门清真寺据传是大明开国元勋常遇春在北京修建的3座清真寺之一。由此我们简单聊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：明朝皇帝是穆斯林吗？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，一定像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一样惊掉了大牙。其实这个观点从明清就有民间传说，自古就有争议。近些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做过大量研究，并有一些专著出版。比如说明代开国将领大多为回回，民间有10回保一株的说法，那时还没有回族这个概念，分指常遇春、胡大海、蓝玉、穆英等人。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并非佛道寺庙，而是清真寺。他的夫人马皇后不曾缠足，民间称其为马大脚，因为回民女性都不缠足。旅行家赛义德·阿里·阿克巴尔哈塔译于1516年，明武宗正德11年，用波斯文写的《中国纪行》一书，特别记述了明代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。书中写道，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，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，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，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，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规定的。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仪1946年写成的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一书曾提到，父老相传，明太祖元是回回，见文帝的出走，系赴天方朝觐。颇有人相信武宗也信伊斯兰教。1973年，台湾马明道明朝皇家信仰考初考一书确认朱元璋、马皇后及其家族和亲戚均为回回。最让人震撼的是2004年，著名语言学家、
当时已逾100岁的周有光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说，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这5代的1000年都是外族打进中原来加以统治的，其中辽、金、元、清都是外族，大家都是同意的，明朝是不是外族呢？现在新的考证说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，这已经证明了。当时很多报刊、网络都报道了这次讲座的内容。对此，明史专家、朱元璋研究会顾问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对所有的朱元璋回民说进行了坚决的批判，称其为胡说八道。15胡同东起杨威胡同，西至延寿街，长240米。原来叫羊肉胡同，名称起源于明朝。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，羊肉成为原大都居民的主要食品。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清，北京城里经营羊肉的店铺较多，也就出现了多条以羊为名的地名。今北京城内叫羊肉胡同的地方就有4处之多，其中最著名的羊肉市场在西四西侧，我们第2期介绍的砖塔胡同北侧。1965年，北京市整顿地名，为避免重名，除西四的羊肉胡同外，其他几个以羊肉为名的胡同全都改了名。米市胡同东的羊肉胡同改名南大吉巷，东单路口东南侧的羊肉胡同改称杨义胡同，因杨伟胡同改名为杨威胡同，与它相邻的羊肉胡同参照成语耀武扬威，改名为耀武胡同。耀武胡同内曾有经德会馆、全浙会馆、惠安会馆。惠安会馆位于现在的胡同5号，小门小户，院子也比较小，感觉较为简陋。历史上的惠安会馆虽然有些寒酸，现在的知名度却很大，这是因为林海音的作品《城南旧事》多次提到过惠安会馆，在书中林海音称之为惠安馆。惠安馆又是清末民初的《北京女报》《北京新世纪报》的发源地。1905年，中国第一份日刊女报《北京女报》在此创刊。《北京女报》在舆论上抓住新女学、男女平权等流行话题，受到妇女界的欢迎。惠安馆虽然小，却是福建惠安人来北京的首选之处。1937年，身为惠安人的陈伯达奔赴延安前就曾在此居住。民国时，王麻子剪刀、王志和腐乳、王回回狗皮膏药并称京城3王，而3王的老板都住在耀武胡同。除了京城3王，还有一家玉器王，并称羊肉胡同4王。王麻子刀剪铺的老板家住在羊肉胡同的东口。清朝顺治8年1651年，在北京菜市口出现了一家以经营剪刀火镰为主的店铺。这家主人姓王，脸上长有麻子，人称王麻子。他专门收购民间打制的剪刀，严把质量关，以其质量上乘而闻名，人们都称这家的刀剪为王麻子刀剪。清嘉庆21年1816年，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，王麻子的后人开始经营3代王麻子，自己设炉加工剪刀，为了防伪，还在剪刀上刻上了王麻子的字样。耀武胡同中间的15号是王志和酱园负责人掌柜李连邦的家，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，很有学者风度。文革前，李连邦是宣武区工商联主席，文革中被抄家，让他在附近几条胡同推车卖菜，叫卖起来也很嘹亮，街坊四邻都认识他。文革后，又恢复了他宣武区工商联主席职务。王志和掌柜家对面住的是珍珠王，在珠宝市街开珠宝店，现在是大杂院。胡同西边34号是王回回狗皮膏药的掌柜家。王回回狗皮膏药起源于明朝万历年，到上世纪50年代已传21代，所开店铺名为济安堂王回回膏药铺。公私合营时，济安堂交出了秘方，被合并到了同仁堂。但也有资料讲，王掌柜因对公私合营有看法，
被当作反面典型抓进了监狱，并死狱中。狗皮膏的秘方没有能流传下来。两种说法感觉成了无头案，但现在的同仁堂的狗皮膏药确实没写王回回。位于杨梅竹斜街的基安堂旧址，王回回的后人开设了基安斋书店。药五胡同11号院是挂牌保护院落，京剧名家王秦龙、王世旭、刘彦芳、刘宗阳曾寓居于此。药五胡同30号、32号是3层的青砖楼，从外面看是一栋整体的建筑，实际上分成了2组院落，没有关系。30号曾是武生宗师杨小楼的一所宅子，是杨小楼练功的地方。他的外孙刘宗阳因肺结核病逝于此，年仅33岁。现在虽然是个老旧的楼式大杂院，但还能看得出原来的气势。